ChatGPT 核弹级别的更新来了，叫做 Code Interpreter 代码解释器。大家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很蒙圈？这是个啥？经过这2天我废寝忘食的研究了一下，才发现它原来真的是太强大了。它就等于是一个万能的小蜜，因为它会编程了。它不但会编程，它还可以帮你分析数据。这个对哪一行冲击最大呢？其实就是数据分析师。那我刚和一个之前做 HR 的人聊了一下，他就跟我说 ChatGPT 的代码解释器至少能让中级以下的数据分析师全部失业，因为它实在是太便宜了，才20美刀，不是小时哦，是月，1个月你只需要给他20美刀。我本来都想要 cancel ChatGPT 的，因为它不能上网，它刚刚把并能上网这个功能收回嘛，怎知道它立刻出了一个 Code Interpreter，已经让我觉得我现在的 prompt 又不够用了。大家是不是好奇它能做什么？我就给大家总结了10个具体操作的应用场景，包括了生成二维码、做视觉词汇云、成为一个数据科学家 data scientist， 包括了识别数据、给出曲线图表，还有根据这些图表做分析。它还能从图片中提取文字 OCR， 更能用一张图片就给你生成动画跟视频，还能写游戏。亲测它写代码的能力比之前的 GPT-4 更强，我觉得已经达到了 GPT 4.5 或 4.8 的水平。它也能分析 PDF 文档，就让之前做 PDF 插件的那些人又蒙圈了，又把他们的饭碗给抢了，以后要做什么呢？当然，它因为具备了写代码的能力，它还可以直接用代码帮图片做特效，还有能帮你算概率。比如说你要去 Vegas 玩德州扑克的时候，你可能带着这个热力图，用 ChatGPT 做出来的热力图，你的胜率可能会翻倍，当然可能会被黑名单了。Sir, would you come with us? Oh, no, I have to place my bet first. This is for science. 17 black. No!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ChatGPT 它也能生成图片了。对，你没听错，它也能生成图片。具体怎么操作呢？记得看到最后。在开始之前，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之后出的每一期跟 AI 相关的内容哦。现在都说 AI 不是万能，但是你不会 AI 是万万不能。那首先呢，就是创建二维码，我就让他帮我的网站做了一个二维码，这对他来讲毫无难度。但是呢，我又跟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加个笑脸加到中间去？结果呢，他加到中间，但是他不是一个笑脸，他是一个苦苦的脸。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加一个黄色的，让他笑的笑脸到中间？然后呢，他就帮我加了一个黄色的笑脸，但是这个二维码它还是苦苦的脸，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生不出来笑脸。这个二维码其实是可以扫的，我也挺惊呆的，就加了个这个东西都居然能扫。那它还有一个很强的功能，就是做一个 word cloud， 也就是说有一堆的词跟你这个领域相关的，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出来，我觉得还蛮酷的，还可以让它换不同的颜色。那给大家看一下我是用了什么 prompt 吧。首先呢，第一步就是 Can you create a visual word cloud about AI？ 能不能创建一个关于 AI 的视觉词汇云？于是他就做出来，很漂亮啊。那作为要做市场的人，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网站加到中间。我就问他说，你能不能把99ai.co 加到这个视觉云里面？可是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太小了。然后就说你能不能把它弄大一点？于是它就出来了。但是就算是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不知道是个网站呢。我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99ai.co 加一个 HTTP 在前面？那他好像没太听懂我的意思，我又重复了一遍，他明白了，但是他把它加到很底下。那我再让他加强，就是说你能不能把它弄大一点，弄粗一点，然后放在中间。他就明白了。那我又说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变化，它又出来一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好的。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它特别厉害的就是数据分析，我就把我eBay 第2季度的所有销售全部丢给了 ChatGPT 的 Code Interpreter。 当然我把客户的所有信息都删掉了，比如说客户的名字、电话还有地址，我全部把它删除了之后再丢给 ChatGPT。 只是我需要它提炼我里面的数字的数据，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每一个州总共
的销售数据的柱状图。首先第一步呢，其实我那个 data 非常的乱，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的 data， 大概是370多行，真的是很杂很乱。我每次打开的时候，我都是抓狂的状态。不只是这么点点啊，就是还有呢，它旁边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数据，就是真的是非常杂乱的东西。我先说，你们能帮我先清理一下这个 data 这些数据，先把第1行到第11行那些没有用的数据全部删掉，然后它就已经能够自己提炼出来这些有用的数据了。然后呢，我就跟着它的步骤来，它就直接开始帮我算每一个州销售了多少。没多久，他问我，你是不是想要我画出柱状图？我说 proceed 继续，他就画出来了。一看，你看加州的营业额跟德州的营业额就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就能看得到说我的这些销售，我eBay只是一个超小的小号，那我亚马逊的数据我还没有丢给他，我到时候找一天也弄一下。那我也想知道说到底哪一个产品卖的最多呀？然后说 bar chart for sales per item， 他就把这个产品号列在了下面，包括了这个柱状图也全部都列出来了。这个以后要做数据分析的话实在是太简单了。那它还可以做折线图，还有饼图 pie chart、 象限图 box plot、 散点图 scatter plot、 直方图 histogram、 热力图 heat map、 折线图 line chart。那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多了一个小加号，我们就可以上传文档了。我就把刚才视觉词汇云的这张图呢上传上去，因为这张是我用截屏的方法截的，它不是从 ChatGPT 直接下载的图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视觉词汇云呢，其实是有很多正着的、竖着的。那我们就考一考它，看看这个里面它能不能把所有的词都抓下来。我就问他，你能把这张图里面所有的英文词都提取出来吗？这张图有些文字是竖着的，有些是横着的，让他去分析。然后他就说可以用 OCR 的技术来提取图片中的文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那它生成出来呢，是用这种黑色底的，感觉像是用数学的方法给提炼出来的。我先开一个小文档放在这边哈，然后再把这张图拿过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就比如说我在这边有一个 adversarial 找到了耶，所以它竖着的是可以提取的。然后再找一个 personalization， 在旁边这个地方它就没有了。再找一个竖着的 engineering 找到了， robotics 也找到了，我找一个特别小的 future 哈，都有哎，哇，它真的是很强悍。虽然它有一些这些词，我觉得可能是某一些词它是被截断了，所以它没办法，就比如说像这种的，它可能就分析出来是一个很怪的东西。我随机抽查了几个词都在这个文档里面，那我就直接提炼一下哈，我就发给他，我说你能不能把真正的是英文词的保留。他就启动了 Code Interpreter 来查这些词里面哪些是有真正意思的。然后呢，他又说，哎呀，不好意思，就是没有装英文词典，所以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我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帮你再找这个方案。那还是做不出来，那继续再找另外一个方法。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真的很像 AutoGPT。一个不行的话呢，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帮你找。他刚才已经试错了好多遍了，他一直在说对不起。感觉赚到了，因为如果你要用 AutoGPT 的话，这边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所以 Code Interpreter 真的是好好用啊，而且它就一直这样子没完没了，好像已经10几次了。要知道，如果我们是用 AutoGPT 的话，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钱下去了。它好像没办法完成。让给我发现 Code Interpreter 也不是万能的，它在某些工作上面，就是最正常的工作方面，你还是回到 GPT 3.5就足以应付。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些真正是英文单词的给我留下来，它不用2秒钟的时间就全部列出来了，不像是那个 Code Interpreter 一直在那重复，要调用某一个 library， 然后又要用到某一个 Python 的代码。有时候呢，回到事物的本质，回到 GPT 3.5反而做得更快啊。
Code Interpreter 能做的第5件事就是给他一幅图，它可以帮你生成视频。Midjourney 生成一张 Panoramic View， 也就是全景拍摄的图片，然后呢就把它变成视频。它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就像这样子，就是会动来动去的，这就是 Code Interpreter 做出来的。那 prompt 我也放在了本期笔记上面，我就是用这个 prompt 生成的。那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他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视频我是要3:2的视频，但是他好像就给了我一个很长的，然后我就纠正他说你的这个长宽比没有搞对，我视频的长宽比是要3:2的，然后他就生成了。做视频对他来讲实在太简单了，我们能不能玩出点花呢？我就突发奇想啊，我想加一个人物进去，我就在网上面搜了一个点 GIF 的文档，就是动图的文档，就这个小女孩在走路的，你能不能把小女孩走路的动图加到这个视频里面去？他真的帮我把它加进去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就是你们感觉这个小女孩是在往后走的，我看了好几遍都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她走着走着突然之间走到头了，然后呢你看是不是就往后走了？这是我的错觉吗？还是大家看起来都是这种感觉？大家在下面留言哈，到底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那我呢还问她，因为这个小女孩的背景是白色的嘛，我说你能不能换成透明的背景？这个小女孩就变成透明，因为她这个白色抠不出来。我知道因为正常来讲说是真的比较难哈。那我呢又来一个突发奇想，就比如说我自己录了一个视频，然后我把后面呢换成了一个绿屏哈，那之后我想说能不能把我自己也加到这个视频里面来。那第一次出来呢，他就是先把我压扁了，那之后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留着这个长宽比，然后再让它生成一遍，你看就有了。就是我完全没有用到任何的视频编辑软件，只是用了 Code Interpreter 就生成了这一支视频，我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在不久的将来哈，真的就是我们可能打几句话，这个视频就自动帮我们生成了。就是以后我的 B-roll 可能就要用 Code Interpreter 来做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在下面看一下我和 ChatGPT 的对话，其实还蛮长的，就是有时候是错的，但是怎么样去纠正这个错误，就是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看一下。那再来呢，就是更厉害的写游戏。我觉得啊，带了 Code Interpreter 的这个 ChatGPT 呢，它比 GPT-4 写代码还要厉害。我觉得已经到了 GPT-4.5， 就是又比 GPT-4 更进阶了一点点。那首先我是用 Midjourney 做了陨石 Asteroid， 还有太空船 Spaceship， 然后还有这张背景图，我就是用了最简单的 prompt。这个跟 ChatGPT 的对话呢，生成游戏的我也写在下面了。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因为要有一点编程的基础，如果不会的话，其实可以去看我的课程，我的课程里面都有教最基本的编程哈。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的好了，就是一个太空船，这些都是就几句话都写出来的。虽然我稍微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去 debug， 它出来并不是说是特别完美，但是呢，这个我已经达到了我觉得挺好玩的效果，这个没有任何难度啊。那有时候就是说你要看一下周边，这个有一些陨石是躲着的，然后你要把它全部打中，打中的话就全部击中完了之后就赢了。那这一段的对话呢，大概可能需要把它点这个键，然后去原本的 ChatGPT 的对话过程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啊，因为它很长。因为我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在做 debug， 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整个船是不动的，然后我就debug 了好久，那最后终于生成了一个 JavaScript 的文档，我直接就把它复制粘贴，然后就运行了，就变成了刚才你看到的那个游戏。把刚才的视频录制完了之后呢，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能不能把我刚才的这个视频加速8倍，然后做一个点 GIF 的动图。于是他就做出了这个动图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他帮我做出来加快8倍的动图。那点 GIF文档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当你发给别人的时候，它自动就开始会动，而且在 YouTube 的社区帖里面也是可以发 GIF 动图的。就是你有时候会看到我的社区帖，为什么会动起来？因为我用的是点 GIF 文档。那我在 Twitter 上呢有看到这位大神叫做 Chase Lin 的，他就直接上传了一幅图之后，
自己写了个代码，让 ChatGPT 帮他生成了这段视频，就是变成灰尘的视频，我觉得太酷了。于是呢，就去到了他的 GitHub 的网站，而且他非常的贴心，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的 copy 的键，点它一下就已经复制了。我就上传我想要飞的这幅图，之后把它的所有的 prompt 全部抄过来，回车。它需要2个参数来做这个视频，然后呢，我就说你就用默认值吧。没过多久，几秒钟的时间，他就让我下载了这个视频。出来之后是这样子的，哇，太酷了吧！就直接就做出来了。再来一遍。就这样子，哇，这个实在太爽了！只要你有代码，你想让这张图怎么变就怎么变。那当然呢 Code Interpreter 还可以做 PDF 文档的分析。那我在这边就不多说了，直接大家在我的笔记里面呢，打开这个推文，你就看到它实时演示的这个 PDF 文档数据直接分析出来了。我在这边就不多赘述了。那我还让他做了什么呢？我就让他能不能帮我生成玩德州扑克的概率图，然后生成一个图表来告诉我，如果我得到一张牌，要不要加钱压注？就比如说我得到了一张 Ace， 要不要压钱？然后他就给我出来一个热力图。其实我也不太会用，我就问 ChatGPT 你这个热力图是怎么用啊？他就说热力图上面呢是用乘公式计算出来的，它是对分数进行了可视化，分数越高呢，就表示这手牌的强度越高。所以如果你在这个热力图上面看到格子非常的亮的话，那你就选择参与；如果比较暗的话呢，那就别参与。感觉也挺对的哈，就是比如说你得了一张2的话，那为什么要参与呢？那你赢的概率其实挺低的。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带着这张概率图去 Vegas， 然后玩2手。那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黑名单了。当然我是不玩德州扑克的，只是好奇，就是他能不能算出来。他真的给我算出来，他真的给了一张这样子的图哈。再有呢，就是ChatGPT 也能生成图片，你听的没有错，只要把这个 prompt 抄一下哈。这个其实也是刚才那个 Chase 小哥推特，然后我跟着他的步骤来，就把这个 prompt 抄完之后放上去。那他就问我说你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图？那我就说我想要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弹她的吉他，而且是在有星光的夜晚。那她呢就把整个变成了一条链接，然后打开这条链接呢，就是真的是在夜晚弹着吉他的女孩，虽然没有看到星空哈。那我又想想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呢我才发现它的 prompt 里面哈，我给你看它原本的 prompt， 它直接是用这个网站，就说这个网站它本身就是你加了它后面的后缀就已经能够生成这个图片了。那我现场再试一个哈，就比如说用最简单的 prompt 好了，我就跟他说一个 3D smiley， 而且是惊讶的表情。那他首先呢就先把这个场景、动作、人物的细节，就是他首先是用 ChatGPT 分析了这些数据出来，然后呢就以1、2、3、4、5、6不同的参数来放到 URL 里面，然后我再把这个 URL 抄一下哈，再来到网站回车生成。它其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让它去生成这幅图的，我不知道它背后是怎么样，但是真的还挺好看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蛮好用的一个东西啊，直接就在 ChatGPT 上面生图了，所以大家可以去我的笔记里面看一下，那 prompt 也都在这边了，你就直接抄就好了。现在一样啊，就是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 AI 做不到的。再不去学怎么样去用 AI 的话呢，你的竞争对手明天可能就用 AI 把你打败。其实我找到这10个方法，这是 Code Interpreter 刚刚出来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总结了这么多的用法啊。那再过个1个月、1年，真的它就可能已经玩出花了。那这2天我也看到一个笑话，就是说本来呢我们以为 AI 是为我们扫地、做饭、带孩子，结果呢扫地、做饭、带孩子还是我们自己人类在做。 AI 开始写诗画画了，当然不止写诗画画，它还有很多实际的应用啊，就是在未来1、2年内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真的
没有人能够预测。现在我们人类能够做的就是赶紧掌握 AI 的实际操作和运用。所以还没有买我课程的小伙伴，记得赶紧去下个单。无痕二维码的教程呢已经上架了，而且我已经在课程里面跟学员公开我是怎么样做到3D 动画二维码的。其实非常简单，比做二维码本身还要简单很多。那出来的效果真的就是觉得说怎么会那么厉害。那记得大家扫个码看一下课程哈，我们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用它赚钱了。其实我自己拿它去赚钱呢，我觉得也应该能赚不少，但是我希望我的身份是我告诉你怎么样去赚钱，学员能够尽快的实现效率翻10倍，用 AI 去赚更多的钱，或者节省更多的成本。那其实 AI 的用法还在不断的更新，所以记得要收藏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以后呢，我也会在频道里面分享更多我找到的 AI 在实际操作方面的应用。